那么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呢是重新认识比特币，因为我想大家选了这门课，上课之前是对比特币或者是区块链有一定的了解，或者是在网上搜集过很多的信息，非常感兴趣，所以选了这门课。那么我今天呢会用这个短短的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给大家阐释一下，从我们 BSV 的愿景下，我们认为的是什么样子的，能给世界带来什么样光明的前景。那么首先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我所就职的机构。我们比特币协会总部位于瑞士的楚格，刚才我们放了一些宣传片，大家可能也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行业组织，是一个非盈利机构。我呢是协会的中国区域经理。那么在全球各地也有，我们机构也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对比特币热情、对 BSV 的愿景有坚定信念的同事们，一起在世界各地努力地推动这个新技术的发展。我们机构仅遵循最初的比特币区块链，也就是 BSV 区块链。我们希望在法律监管的框架内推动 BSV 区块链的技术普及和商业应用的发展。我在下面放了2个官网，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我们的官网去查看。其中第2个官网是7国语种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文页面。那么在开始我今天对比特币的所有阐述之前呢，我需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下，比特币的一些分叉的历史。刚才汤老师呢简单的提了一下这个硬分叉是怎么样，我看有些同学很认真的就记下来了。那么硬分叉呢，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或者知乎上找到一些说法。在比特币2009年1月3号第1个区块生产出来之后，到现在，在12年多的时间里，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分叉，硬分叉、软分叉，以及现在在全球其实是有好几十个版本的比特币同时存在的。那么每一个版本的比特币呢，它都代表了都拥有自己的一些技术特性，其中有几个比特币是非常有代表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在近半年的新闻里看到，比特币价格又猛涨了哈，从1万美元还曾经涨到过了这个6万美元。我看很多同学都露出了一些笑容，是吧？很不可思议。那么那个比特币就是新闻上经常说的价格这个疯涨的这个比特币呢，它的交易代码是 BTC， 我们写在了最下方。然后还有一个比特币，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跟当时的比特币的一些技术升级的特性，然后产生了一些冲突，所以呢，国内和国外一些有识之士吧，就联合在了一起，他们抵抗住了这个 BTC 的这个资本压力，然后坚定地践行了他们最初这些先驱们最初对比特币的理想，然后他们进行了一次硬分叉，分叉出来了BCH，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比特币现金。而我们 BSV 呢，是在 BCH 当中，在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之后，然后又因为一些技术上的分歧，产生了几派之间的技术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再次硬分叉之后，又形成了2个比特币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在我的演讲当中，包括之后的大家之后上的3节课的演讲里，我们在谈到比特币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比特币的时候，都讲的是以 BSV 这一个技术版本一个协议为基础的。然后这个是我需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下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节课以及我们未来3节课，然后会依次带着大家由浅入深的如何去了解比特币的一些基础原理，然后包括了解系统架构上了解比特币的设计和整个架构。然后呢，第3节课和第4节和第5节课呢，我们会有开发背景、有技术背景的嘉宾来给大家去做一些代码演示，包括我也在跟汤老师策划说，希望能够在那2周的周6的时候，大家自愿报名，我们可以在校内组织一个 workshop， 大家可以带着电脑过来，然后呢，真正的动手在比特币的网络上构建一笔交易，
或者是简单的开发一个小小的应用，这个是保证大家可以在半天之内就可以上手的。所以呢，刚才我说我们今天在座的这100多位同学啊，非常的就是幸运有眼光，因为据我所知，绝大多数的大学虽然都开设了区块链的课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课程可以带着大家真正的动手去做一些开发。所以呢，工大的同学这一次可以在这个领域走在前面了。那么除了我今天讲的一些比特币的原理和比特币的终极愿景之外，下一节课我们会由一个的 CEO 来给大家讲一讲比特币作为整个的经济系统它是如何运转的。那其中就包括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挖矿是怎么回事儿，对吧？挖矿的收益是什么？那么现实情况中挖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环境？然后以及整个对于比特币系统层面来说，矿工之间是如何进行博弈来获取最大利润的？那我们真正是有一个行业的从业者，而且是一个翘楚哈，然后来给大家来讲这一门课程。再下一节呢是比特币签名技术入门以及交易构建。在这节课上呢，我们的嘉宾呢会给大家真正从代码层面，然后包括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如何构成，签名是怎么回事，比特币上的一些这个密钥的一些基础的密码学原理都会给大家讲清楚。然后第5节课呢，我们是真正进入到了这个应用开发。大家经常能听到说，区块链是我们下一代最有希望、最有活力的技术。未来可能我们很多的商业模式都会因为区块链技术而得到大大的改变。那么大家也听过一种论调，就是商业科技是很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比较成熟的、比较有效的一种区块链的应用。那么在那一节课呢，我们会有一个真正已经在区块链行业从业，并且开发过多款应用的一个公司的创始人，包括带着他们公司的首席工程师，会给大家演示他们已经开发出来的一些项目。他们开发的很多项目呢，都是这种用户类的项目，大家只要带着手机，或者带着电脑，其实手机就可以，大家现场在课上就可以去体验用一用这一类项目产品，然后感受一下这种区块链应用和大家传统用的这个互联网应用、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哪些差别。然后那一周我们也希望能在周6大家可以自愿报名参加，然后我们在那一个下午就可以让大家简单的通过一些前端的编程，可以让大家完成自己的一款第一个区块链应用。那给大家已经畅想完这个美好的6月啊，大家能够如何的入门区块链这一个非常有前景、很前沿的领域了。那我们就说说今天我们学习哪些内容。今天呢，我一共准备了3块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些互动吧。我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同学啊，刚才上课之前我还问了一些同学，基本上所有的同学真的都是对比特币、区块链是感兴趣的，也有那么一点点了解。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寻一下，我们究竟如何给比特币定义，如何给这一个新技术做一个更准确的定义。第二个是为了方便大家对后面的课程有一定的学习，然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些比特币的基础理论。当然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一定就是基础知识参差不齐嘛，有的同学可能已经研究得很深了，有的同学还是比较懵懂，但是我们都一下。最后呢，就给大家谈一下，就是从我们 BSV 的这个宏大的愿景、宏大的理想来探究一下比特币这一个只有目前已经发展了12年的这一个新技术，它到底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未来？它有什么样的颠覆意义？然后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愿景？那接下来呢，我就放一，大家知道这张图是什么吗？这位红衣服的同学，不知道啊？哎，这位同学是什么？比特币是吧？大家心中的比特币是这样子的吗？
认为比特币不是这样子的，请举个手好吗？好，那有一半的同学认为比特币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有很多同学认为比特币就是这个样子，是吧？那它应该多大呢？我看这边没有举手的同学，这位黑衣服的同学，如果比特币长成这样子，你认为它应该现实中应该是多大的一个东西？这个硬币是多大？和一般的硬币差不多吗？和一般的硬币差不多是吧？有人觉得和一般的硬币不一样，比一般的硬币要大一点的，请举一下手。同学请坐，没关系。还有刚才还有很多同学认为这个不是比特币的样子哈。那这位红衣服的同学吧，你说一说，你觉得比特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虚拟的，那它虚拟成什么样子了呢？但它是一种共同认识，它是一种货币，它就不需要一个实体体验。所以存在我们的心中吗？如果是共同的认知的话，它存在在哪儿呢？存在在网络或者是其他技术里。存在在网络或者是其他技术里，是吧？好，信子。首先啊，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位同学啊，比特币呢确实不是硬币。大家可能看过一些小笑话，就是有人说我好多年前收藏了比特币，现在比特币涨了，然后拿出来全是硬币哈，不是这样子。比特币呢没有真实的形态，比特币呢它是一串字符，它存在于比特币的网络当中。它不存在在我们的心中，它存在于比特币架构的这个系统之下，这个网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大家谈一谈吧。我看大家一定是对比特币有一定了解的。这两位同学是课前就跟我说非常了解的哈。来，你们两个分别说一说吧，就是对比特币的也不算非常了解，只是比特币应该是一个虚拟货币，在区块链上的，然后它主要是它的这个特点是和现实货币不同的是它这个记账方式不同，它的记账方式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是由区块加链是两种结合在一起记账，然后其中每一个比特币的来源就是不同的账本，就是在不同的区块，然后会比特币发布比特币这个链上发布一个数学难题，然后全球的矿工解出这个难题，就可以得到这个区块这个账本的记账权。然后他就会获得相应一定数量的比特币，我就了解这么多。好，这位同学呢已经提到了，首先，比特币它其实是记录在一种区块链模式下的账本当中。第二呢，他还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就是比特币是从哪儿出来的，对吧？最初是从哪里出来？是通过挖矿。这位同学呢，提到比特币，你能想到什么？提到比特币的话，我最关心的就是它是以安全性著称的。所以说如果提到比特币的话，我首先想的就是它的安全。它由于是多用户一起来构造这么一个区块链，然后每一个用户都会对其中的一个点进行检测。如果有一个出现了错误，好像这一整个都不能再继续使用了。我是对它有这么一点认识。好，这位同学就是课前我们聊了一下，是学网络安全的，对吧？果然是信息安全，果然是学什么就关心什么，是吧？这位同学若有所思的样子，提到比特币有什么关键词？没事，不用站起来说就行了。我觉得比特币的话，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认为的比特币它就是它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到我们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比特币的消息，也会关注比特币的涨幅。陌生我们知道它是有这个东西，它也可以用来交易，而且它所占的份额很大，但是我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啊，大家就是诚实一点，谁曾经在手机里或者电脑上下载过这种数字货币的钱包，曾经拥有过数字货币？汤老师啊，所以大家
是真的没有过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这个在撒谎？我看那边有同学嬉笑着，你们两个是有过数字货币吗？有是吧？你看你们的表情出卖了自己哈。那个有数字货币的同学，那就算是有实践的，对吧？实践出真知，来给大家分别说一下。你们可以不说你们有的是什么数字货币啊，但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们是怎么开始接触到它们，然后它们存在在哪里，是什么样的？我是通过我旁边这个人知道的数字货币，然后就开始在电脑上进行过一些挖矿，以及观察过一些市币价，比如说狗币、史币的一个价格波动，还有以太坊之类的。就像前几天暴涨暴跌这种之类的，其他没有什么。那位同学呢？我好像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视频，然后就说可以挖矿嘛，然后我也想就尝试一下，用电脑挖个生活费什么的，然后发现这个数字还比较可观。好，感谢这两位同学的那个坦诚啊，所以这位右侧的这个同学，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挖矿的？所以是哪一年呢？去年是吧？你是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电脑挖的吗？笔记本电脑挖，所以你最后算出来还发现很划算，对吗？你成本算对了吗？那最近又大跌了，你有感到挫败吗？没有，但就总体上下来还是算好啊，所以你觉得数字货币对你来说，就是首先吸引你进去的就是挖矿这件事情很有利可图，对不对？然后吸引你，那让你坚持下去的呢，是它一直都还挺有利可图的。所以在你心目中，类似于像比特币或者其他你挖矿的这些币，这种东西你如何定义它？如果用短一点的话，你怎么定义它是什么东西？它可以有价值，但它也可以没有价值，就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认同它才有了价值。就这样吧。好的。你认为数字货币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它有价值的时候，它就有价值；当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没有价值的时候，它可能就会经历大跌，对不对？所以这个跟你们来学这门课的，就是目标是吻合的吗？因为明显汤老师不是教你们怎么挖矿和投资的，对不对？好呀，就是谢谢大家这么积极踊跃啊！因为其实我也是了解一下大家到底是这个领域离你们有多近、有多远。那很明显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同学已经走得比较靠前了哈，还甚至有点小致富了。然后有一些同学呢，还认为比特币是这个样子，跟我们的硬币差不多大。那确实大家的认知是比较参差不齐的。那既然我们这学期选了这门课，除了大家最后要及格考试，对吧？然后大家还真的要学一些新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比特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刚才呢，就是请了一些同学描述了一下对比特币的印象和描述。我相信这些同学描述完了之后，班级里其他的同学应该还是不知道比特币在哪儿，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然后这一个其实是我挺想问问大家的，大家觉得通过刚才很多同学的描述，这个比特币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技术创新？如果我们是出于一个技术的角度去学习它，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技术，就好像现在很多国家甚至很多政府部门宣传的这样子。那比特币的技术创新点到底在哪里？大家有没有对这个有一定想法的？这位同学，你有什么想法吗？不用起来，不用起来，说就行。我觉得它的算法就比较独特。什么算法呢？比特币的算法是什么？哈希算法，对吧？对。但是哈希算法在比特币出现之前很多年就有了。比特币的创新，还有它的交易方式吧，我觉得。交易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就是分布式账本啊，然后分布式的账本，但是大家肯定有学计算机和网络的吧？这种分布式存储和分布式技术也是很久之前就有的，而且相当成熟。要说创新，好，我再想一下。来，这位同学有没有觉得比特币创新点在哪里？打动你的？我觉得它应该就是需要往国家层面的方向去创新嘛，因为它好像在我们中国没有得到那个，就是不禁止它那种交易的，就是好像是需要对那些专门投资比特币那些，就是我们人不能，我们不能单独去买它，好像是要通过机构才能去买到这个比特币。所以这个是创新吗？因为我们买不到，所以它创新了吗？不是，就往这方面创新嘛，可能。好，这位同学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不太了解。不太了解是吧？来，又来了，我们再问最后一个同学啊，希望你们俩给一些精彩的答案。比特币你觉得创新在哪儿了？它就是不需要中央银行它发行，然后它是一开始就存在的，然后需要你主动去探索、去挖矿、去找到它。来，你觉得创新点在哪儿？比特币它的那个扩容算是技术创新吗？扩容了吗？就是硬分叉，出现硬分叉不就是技术有分歧？这个不算创新吧？那比特币它是区块链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它应该就是区块链的技术创新又带动它比特币的创新嘛？区块链的技术创新没太了解。好呀，说了连环套啊，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当我们就是被这种区块链浪潮吸引着来选这门课，然后看到这个新闻热热闹闹的，天天都在谈这个数字货币、区块链的时候，其实很少有人会很冷静的去想一想，它到底创新点在哪里。因为只有我们想明白它的创新之处，我们才知道这一个新技术能够如何带给我们更好的未来。所以这个问题我可以留着。我觉得即使我们上完这一整个学期的课，大家都不一定能够探寻到这个答案。所以就作为每个人心中的开放问题。还有这个比特币安全嘛？刚才有一位同学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网络和系统的安全性了。那它究竟安全不安全？那一定是我们需要去探究它的技术细节才能够得到的结论。然后这个比特币有价值嘛？这个其实刚才我们很多同学已经谈到了啊，甚至有同学已经开始实践了，自己开始去挖别的币了，还去交易买卖了。还有就是比特币能做什么？目前看起来好像大家谈到比特币就知道它价格很高，可以买一买卖一卖，投资一下，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这个几个问题，其实即使问我们行业内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认知可能都跟大家不会有差别太大。顶多可能是，比如专业做投资的，他可以跟你吹半天比特币的价值在哪儿，是吧？最这个经典的加密货币之类的。然后你要说它技术创新，他就给你说一堆这个看起来很花俏的区块链这个场景下的一些新的名词。所以即使这些问题今天在大家的心中没有办法找到答案，大家也要有自信，因为这个行业非常早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探寻这个答案，大家其实都是有机会可以站到这个新赛道非常早期的时候，可以早一点起跑。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因为我是猜想一下大家会谈到什么，包括我根据我之前平时的讲座猜到的，然后我写了一些这个关于比特币的一些流行的话题和一些谬误，也就是错误的观点。比如说交易波动巨大，这是我们天天看到这个新闻头条都在讲这个。还有很多人把它描述为数字黄金，就是把 BTC 这一个好几万美元一个的描述成数字黄金。然后呢，大家肯定也知道，好多人是使用比特币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对吧？这位同学刚才说了一个什么事情？洗钱是吧？还有什么？是吧？大家能想到的就是不好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因为它就是被用于在一个非法的环境场景下，然后用于去支付了这个一笔资金。
代替了我们之前的一些就是其他货币的支付方式。然后比特币似乎只能炒一炒币，买一买，卖一卖，或者交易一下。然后还有很多比特币的支持者，尤其是一些这个技术出身的人员，他们认为比特币最吸引他们的是这种所谓的去中心化无政府主义的这个理念。还有就是认为使用这种加密货币是匿名的，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的隐私、个人的财产，甚至交易信息可以不再被这个银行系统或者是监管机构知道。还有一些不断的在兜售这种全新的区块链项目的公司，它会给你宣传说比特币已经是落后的早一代的区块链，我们现在做的什么区块链2.0、3.0、4.0，对，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呢，其实是去中心化这个呢，其实是我在跟尤其是学生们去聊说你认为比特币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去中心化这个词。具体为什么这个词会成为描述比特币和区块链最流行的一个所谓的学术用语，这个理由其实很难探究出来，但是这个词确实是很经常用，而且它会很经常的跟这个无政府主义啊，或者是这种保护隐私这样子的特性联系在一起。然后最近呢，大家可能看到上个月国家新出台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和对严厉打击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这一系列的政策。那我们看到很多最近的新闻都在说，像比特币这种挖矿的货币是消耗能源、消耗电力，然后是不环保的。然后就投资狂热，这里面我列了一些，就是我们如果在看一些比特币的花边新闻，或者是在看一些大家对它的评论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的一些词。既然我能把它列在这儿呢，就一部分它是确实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交易价格波动和它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这种投资狂热，它确实是现实中的事实。但是其他很多东西呢，都是人们在现阶段或者在过去对比特币的误解，或者甚至是被一些利益集团特意扭曲，让大众对它产生的一些谬误。列在这里，希望如果同学们觉得有兴趣的话，在你们未来对比特币逐渐加深了解的时候，回来再看一看这些小短语哈，看看你心中接受了哪些短语确实是错误的看法。在讲到比特币的时候呢，我们就必然要回顾一下它的历史。这个历史呢，我不会常讲。比特币12年多了哈，血雨腥风的，比大家想象中的可能要复杂很多。但是我这边简单的列了几个时间点。刚才有同学说比特币是一个就是第一个什么加密货币，或者是去中心化的这个货币。但是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整个互联网或者是密码朋克的历史，你们会发现在90年代的时候就有上百种加密货币的尝试，在比特币之前已经出现过上百种，甚至有些可能都没有被大家记录下来，甚至上千种这种加密货币。在互联网的早期，有很多互联网上的极客，他们发现互联网就是可能会让他们创造出一种脱离银行体系的这种价值交互的一种新的系统，因此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开始做了加密货币的尝试。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只知道比特币以及比特币之后带起来的这一波所谓的区块链数字货币，对吧？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比特币它存活下来了？这个就回到了刚才我们的一个问题，比特币它的创新之处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之前的几百上千个加密货币都失败了，但是比特币不仅它没有失败，它到现在还越走越健壮，走入了更多人的走入了更多行业，被更多人知道。那么2008年10月底的时候呢，网络上一个由化名为中本聪的人在网络上发布了比特币的白皮书。在白皮书发布之后，2009年1月3号，
比特币的第一个区块就是创世区块产生了。一直到2021年，其实化名为中本聪的这个人，他还一直在整个比特币论坛上比较活跃。如果大家去查阅一些论文或者是一些论坛的帖子，还能看到他早期的一些言论。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对很多人向他提问，就比特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到底拿它能做什么？他其实做出了很全面的回答。那些回答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初创造比特币、设计比特币的时候一些基本的理念和一些想法。然后2011年的时候呢，其实慢慢的，因为比特币开始逐渐有了这种市场上交易的价格大家有知道这个披萨这个什么1万个比特币买2个披萨券的是吧？那同学频频点头。对，那个也是一个比特币历史上的一个标记性的事件。为什么？就有人开始用比特币去换现实中的一些商品了，那就是赋予了比特币一个支付的职能，或者是价值尺度的职能。所以在2010年之后呢，就有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开始慢慢的盛行起来，当然也被一些非法分子，尤其是早期那些试图创造其他加密货币来用于一些黑暗的角落里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的人，发现了比特币的价值和用途。因此呢，从2010年底一直到现在吧，其实都是世界各地都是有在用比特币或者是其他加密货币做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个人和团体。但是2011年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团伙被端掉了，大家有知道是什么的吗？对，是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呢是一个在暗网上的一个交易平台，它丝绸之路接受比特币付款，然后进行一些非法的交易。大家知道就是你能想到多不好的东西在上面交易，那可能就有多不好的东西。当时发现这个暗网上这个丝绸之路这个网站了之后，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比特币，当时的执法人员没有能力，因为他们不了解比特币的架构，没有能力去根据比特币的交易来去找到这个网站的运营者。因此这个案子呢，其实牵动了非常多的人，最后应该是 FBI 和英国的中情六处一起联合破获的这个案子。他们在某一笔交易发生的时候所用的那个网络，然后推断出了这笔交易就是发生的时候是这个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在哪一个咖啡店做的这件事情，几点钟进行的这个操作，其实是通过这个使用 WiFi 来最终定位到了最后的犯罪者。当然从2010年当比特币的这个犯罪行为慢慢的盛行起来的时候，中本聪他也就开始隐匿起来了。2011年之后呢，比特币就开始进行了漫长的内战，包括到现在也是依然如此。这里面呢，我画了一张就是比特币的内战或者是历史的一些图，当然这是从我们机构的角度来画的，所以呢，整个大家可以看到，从2009年第一个区块产生了之后，当时发布的比特币软件的版本叫做 0.1.0 这个版本。因为很多人不会使用比特币，包括最初的那个版本在设计上稍微也是有一点点的缺陷，因此呢，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有非常多的比特币早期的一些功能就逐步的被这种算是分布式的开发团队就给移除掉了。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技术的变化我们都写上了，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拍一张照片，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会在你们之后做一些交易构建和签名技术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这是比特币经过漫长的斗争史。当然我们现在呢，我就职的机构包括我所这个投身的事业呢，就是 BSV 的这个事业。我们在2018年11月的时候，因为跟之前的
这个 BCH 这个版本的一些其他开发团队有了比较大的技术上的分歧，然后因此呢就分叉出来了 BSV。其实也说不好是谁分叉谁啊，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夺到这个 BCH 的这个缩写。在2019年2月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升级。那一次升级，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比特币软件的功能恢复到了2009年中本聪最初设计的那个0.1.0那一个软件版本上的主要功能，其中包括我们对比特币的区块容量不再在代码层面做出上限，也就是说 BSV 网络上是可以承载无限量的这个交易和数据的。另外，我们恢复了0.1.0版本上所有的比特币当时设计的这种非常复杂、很多人都不会用的这些脚本操作码，然后因此在 BSV 网络上可以执行非常复杂的这些数据逻辑，也就是我们通俗情况下所说的这个智能合约。这是我们18年做的最大的那个19年做的最大的升级，几个非常重要的点。讲到这个呢，就说到为什么我们想要把比特币恢复到2009年中本聪设计的那个版本。那么中本聪他当时设计比特币的时候，他到底希望比特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系统？那这个系统上的这个所谓的比特币，我们说 token 或者是代币，它应该在现实世界中承载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设计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让大家去挖矿、去购买、去交易、去发财吗？那接下来呢，我就请大家看一个视频，希望大家从视频当中能体会一下中本聪最初设计比特币的时候，他希望比特币是什么样子的。Honest. The word is used 15 times in the famed Bitcoin white paper. Satoshi Nakamoto designed Bitcoin to create a system of honesty with money, honesty with data, honesty with the world's transaction history. Satoshi Nakamoto designed a distributed time-stamped server to chronologically record transactions, payments, data, and the order of events. The ledger is distributed, kept by many rather than one, so it is harder to cheat. The blockchain system is driven by economic incentives to prevent changes to the record of transactions. And the transaction history is open, transparent, verifiable. That makes Bitcoin SV the global ledger that inhibits fraud and promotes honesty. As a public ledger, Bitcoin SV enables businesses to record transactions and give transparency to authorized viewers. Automatically distribute portions of revenue, pay taxes, satisfy audit requirements, and report to regulators. With a single blockchain that acts as the universal source of truth. A time-stamped chronology of events with the power to revolutionize industry and create a more honest world. Satoshi provided the platform. Now, it's up to us to use it. 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同学，很多同学我感觉到了，其实是对比特币区块链是没有什么概念的，那就非常好，你们现在是一张白纸。我希望刚才视频当中的第一句话，如果真正的打动了你们可以回去读一次比特币的白皮书。其实比特币的白皮书它写的非常的简洁优雅，有计算机背景或者网络工程背景的同学读起来可能会更顺畅一点啊。当然学经济背景的同学读起来也不错。大家还记得刚才视频里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是的，诚实这一个词在比特币的白皮书里一共出现了15次。那么这一个词其实就是中本聪在设计比特币的时候他最想构建的那样一个未来。他希望利用比特币这一个
强大的数据网络，然后来承载更多的这种诚实的数据，来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是比特币真正想要做到的事情。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在09年4月，也就是比特币的第一个区块生成了3个月之后，可以看到，中本聪当时他给一个在邮件组里给别人回邮件，因为当时有人问到了，那这一个弱小的比特币网络未来能做什么呢？它到底有多大的这种数据容量的能力呢？中本聪说，目前的 Visa 信用卡网络能在全球范围内每天处理1500万笔基于互联网的交易，而比特币已经可以用目前的硬件条件支持远高于此的交易规模。比特币永远没有上限。这个上限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是比特币这个网络，或者是这个区块链，或者是这个区块链上每一个区块到底能够装载多少的数据。而这个区块的规模，也正是我们和现在的 BTC 的团队、BCH 的团队形成了巨大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冲突点，就是我们认为比特币的技术是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没有规模上限的一个强大的数据网络，而这个数据网络因为这种分布式的设计，因为比特币这种极其精巧的这种激励模型和设计，它可以让人们以更低的成本把数据传递到这个网络上，而这些数据因为有了时间戳，有了这种分布式账本的这种特性，它能够去证明这些数据的存在性，然后能够成为这种真正的可以承载非常多诚实数据的一个强大的网络。那这里呢，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又加了一段话，这个是我们 BSV 的一个首席科学家的一段话。这句话呢，我相信可能现在很多同学即使读完了也不太理解，但是我鼓励大家把这段话给拍下来。当你们有一天对区块链或者其他区块链有一定了解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比特币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那大家拍的过程当中，我给大家念一下吧。在比特币出现之前，就曾有过许多加密货币。比特币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也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去中心化的使用工作量证明的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加密货币，它并不加密任何东西，而仅仅是在明文中使用了加密算法。这是正确理解比特币的关键之处。这里面呢，提到了一些就是可能核心的关键词，大家可能会在后几节课的时候会学到。大家知道现在很多专注于区块链研究或者是开发的人，都是有数学和密码学的背景。就大家会觉得说，区块链它神奇的一点，是不是我开发出来一个更强的一个加密算法，我就能构建一个更强的加密货币？我是不是就能构建一个更安全的一个这个区块链网络？但是其实比特币运行了10多年，它一直都是非常安全的。它的设计并不在于它使用了加密，比特币没有。刚才这位同学说了哈，说它的那个算法很让你着迷 ，SHA-256这个算法出现了好多年了，而且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非常简单的一个算法，但是它的安全性很高。至于这里面提到的为什么是明文，那么大家在下周的课程学习这个比特币交易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每一个交易上的数据到底是哪些环节进行了明文加密，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256算法到底被用在了比特币系统当中的哪些环节当中。那我们接下来讲啊，这里面呢，其实我帮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从技术的角度去定义比特币，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吧？然后刚才我问了一些同学，其实有些同学已经说出来了一些核心的关键词，但是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用短短的一句话或者一行话去描述比特币系统或者比特币网络或者比特币这一种代币或者叫通证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这里面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它是一个点对点的、分布式的、可以进行价值转移的、数据不可篡改的、有时间戳的、安全可靠的网络协议、数据库、账本系统。所以当我们在说比特币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容易，就普通人一听比特币就是那个什么几万美元一个的数字货币。但是其实比特币它是一个更宏大的东西，刚才已经说了，它其实是一个能够承载无限数据的，然后能够赋予数据价值的一个网络协议、数据库、账本和系统。所以我们确实是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话来定义比特币是什么。那么未来呢，如果有人在跟你聊比特币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比他们多了一些信息，是吧？不要再跟人家简单的就说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了。而左边呢是我总结出来的，就是它具有一定的技术特性，就是可以给它打上一些特性标签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其实在这个图上面一共11个词吧，或者词组，大家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是比特币独有的或者创新的，其实都是我们现有的这个计算机或者是网络技术里面已经有的，而且非常成熟的一些技术特性。那么是什么让比特币变得这么的特殊呢？其实就是因为这11个东西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网络协议、数据库、账本或者是系统能像比特币这样子具备所有的这些特性。所以我们想要去立体的去理解比特币的全貌的话，确实不是这么1节课或者是4、5节课能够讲清楚的。所以希望在座的同学们，我看你们都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那希望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一个专业背景为切入点，然后去打开一个小窗口，然后进去了解比特币这个宏大的世界。我们现在经常听说这个国家大力的推行区块链技术，用在一些比如说政务领域，是吧？金融创新甚至什么港口管理呀，什么供应链管理，然后很多人都会提区块链是什么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那么我们想想，区块链技术凭什么可以被称为下一代互联网？大家觉得就是可以被称为下一代互联网的，请同学举一下手。不举手的，我就认为你们觉得不配，我就让你们说原因啊。哎，这位同学觉得说可以被称为下一代互联网，是吧？那你觉得，这位同学吧，你没有举手是吧？那你肯定觉得他，来，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觉得可以。可以是吧？为什么？因为来，这位同学说吧，说说你自己的观点，不管可以不可以。我认为它可以，因为现在互联网它是一个具有中心化平台的一个互联网这个。现在的互联网它存在很多漏洞，而这些漏洞是区块链给它藏的，所以我感觉可以取代它。好，因为其实我感觉你们这一代同学都是从小玩着手机、玩着电脑长大的，你们是跟着互联网的成长、互联网的发达一起长大的孩子。其实你们是从一开始就受惠于互联网这一个技术给大家带来的改变。但是我和汤老师不一样哈，我小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同学可能都是到了初中甚至高中才有自己的电脑。那智能手机对我来说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普及起来的，而且我那个时候还用塞班系统，估计你们同学们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塞班系统，对吧？所以，但是大家是互联网一代的孩子们，你们其实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互联网其实发展到今天，感觉好像可以上升的空间也没有多少了。
但是问题却出现的越来越多了，对吧？大家知道，最近咱们国家又开始推动这个巨型平台的这个反垄断的这些措施，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以比特币为基础的这个互联网技术是可以在很多方面去改进我们现在互联网当中的一些弊端的。那这边呢，我又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希望能够启发大家。In the 90s, it began to take off. They called it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Not an Internet. There became only one. And it worked. Early users sometimes found it complicated. They worried about security of inputting their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who they might meet online, and whether their digital media files would download quickly enough. But there were some who understood where it was all going. They saw the future, and they turned out to be right. Then, in 2008, a new big idea was presented to the world. A way to fuse information with value, to create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that could be efficiently used across all internet activity and more. The vision requires a global ledger, a distributed timestamp server, recording payment and data transaction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n a single blockchain. One ledger for the world, a ledger for value, a ledger for identity, a ledger for business, a ledger for honesty. Bitcoin SV, fulfilling the Satoshi vision for one world blockchain and one digital currency. One to reinvent the internet. Bitcoin SV, one world, one chain. 在刚才那个视频的开头看到了一些老画面哈，那些老画面都在你们出生之前啊，所以呢，里面有一句那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互联网，是那个唯一的互联网，全球所有人都在用互联网协议，而在你们还没有出生的90年代，有谁知道这个互联网斗争的那个年代，互联网的早期90年代发生的事情？大家默默地低下了头哈。在90年代的时候，汤老师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网络之争，就跟现在的区块链之争是一样的。有非常多的个人团体看到了网络的力量，所以呢，他们都开始开发自己的网络协议。这其中还不乏一些大公司，当年的微软、IBM 这样子的巨头公司。他们也开始开发自己的这个网络协议，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未来全球通用的网络协议。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现在我们的 IBM、蚂蚁金服、阿里巴巴是吧？百度现在也全都在开发自己的区块链。那么这里面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每一个区块链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区块链网络。那么 BSV 网络、BCH 网络、蚂蚁链、百度超级链，对吧？京东链，全部都是独立的网络，就很像90年代当年非常多的这个网络协议之争。最后大家现在用的都是什么协议？有计算机的同学，这位同学说一下。现在用的什么协议？现在互联网，对，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啊，互联网和比特币的这个整个的系统架构的对比。那么说到这么多呢，就说了，其实我们 BSV 要争的就是希望能够成为未来全球通用的唯一的这种全球级的账本的这样一个协议。我们希望让经典的、优雅的、非常强大的比特币协议能够成为像过去30年 Internet 胜出的那样子的一个
在全球通用的唯一的一个区块链网络、区块链协议。那么做到这一点，我们对标一下现在的互联网协议，我们希望做到这一点，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这个能力和理想呢？那我这里面就列了几个，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吧。如果我们希望 BSV 区块链能够成为全球通用的区块链网络协议的话，那首先它一定要能够承载海量的数据。我们看到互联网发展到现在，你会发现它根本就没有上限，对吧？10年前我还在用塞班系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谁会用手机装游戏玩呢？大家科幻电影里说手机能干这个能干那个，我塞班的系统装一个游戏需要下载2个小时，还没有下载完。我那时候还在想说，谁会用这么小的一个屏幕去办公呢？但是10年的时间，我们就发现手机可以做了一切的东西，所以它能够承载海量的数据，能够支持更加复杂的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是需要非常高的，而且使用这个网络的成本要非常的低，而且是可以控制的。它具有大规模扩容的能力，本身这一种技术还要有开放的、内在非常有活力的这样子的这个内生的力量，能够去构建更广阔的生态。同时，我们生活在合法的世界里，是吧？我们还希望这一个网络技术它是足够的监管友好，并且我们的愿景，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诚实的数据支援的这个愿景，要符合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刚才讲了这么多哈，咱们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讲了非常宏大、很宏观的这些观点。因为这边有摄像机，所以我没有跟这边的同学进行互动啊。这边的同学呢，我觉得就是不好意思，没有跟你们进行互动。但是呢，希望接下来的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终于开始讲到一些基础理论的东西了。这里面呢，我会带着大家呢，从一些比特币的基础原理，包括什么是区块，什么是交易，然后给大家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一些概念，帮助大家去回去自我学习，以及准备之后的课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区块链。我相信汤老师一定是给大家讲过的，对吧？然后那我们就基于比特币这个区块链来提一些问题，就比特币的区块链上有什么，然后区块链上为什么我们说区块链数据是公开的，然后我们经常说区块链上的数据有价值，是因为它利用这种分布式记账的技术，可以保证它是不可篡改的。那它是如何保证不可篡改的呢？然后最后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个我们接下来呢就再看一段视频。视频不好意思都是英文的，但是我们底下做了字幕，大家可以看到字幕应该。You've probably heard of Bitcoin and maybe Bitcoin mining and blockchain too. But what exactly are they? This is the first of 3 short guides to how Bitcoin works, starting with blockchain. The Bitcoin software keeps records of Bitcoin payments and other digital events by adding a timestamp to record exactly when each event occurred. It's something a bit like a bank statement, with each event listed along with its time. Long lists of events and times are grouped together into blocks. The detailed content of a block is then used as the input to a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Its output is called the block header, an identifier which is unique to that block. Then the block header of that block is included within the next block, and therefore as part of the input to its block header. That links the blocks together in a fixed order known as the blockchain. Identical copies of the blockchain are held on a network of computers and can be viewed by anyone on the internet. Devices communicating with the blockchain don't each need to keep a copy of every transac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confidence in the network. The sequence of block headers can tell them that the network is functioning correctly, because a change to any of the records within a block will change its block header, and that will invalidate the link between blocks, breaking the blockchain. Because the blockchain is copied across the network, if one copy changes, it will be rejected,
because the other copies, being identical, will agree that it must be wrong. That's how the blockchain keeps a true record of transactions. The blockchain is accessible to anyone on the internet. That makes it a dependable public register for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So that's how individual events and transactions are stored on the blockchain. 好，大家刚才那个视频信息量极大，但是大家不用担心，稍后我会把视频大家可以在哪里在线观看推送给大家。那一段视频呢，信息量非常大，因为可能每一句话吧，里面都蕴含了一个对比特币这种网络架构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义。但是接下来呢，我带着大家拆分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比特币区块链上最小的一个单位呢，就是一笔比特币交易，我们管它叫 transaction 啊。学计算机的同学应该知道 transaction 还有一种翻译叫做事务。因此，在比特币网络上，交易呢分为两种类型的，一种是大家经常听说的支付型交易，我们叫 payment transaction， 就是只是一笔这种比特币 token 上的一个支付。还有一种交易类型呢，我们叫 data transaction， 就是可以往这笔交易里面同时植入一些数据。当然，这个数据可以是一段文本，或者可以是一段脚本逻辑代码，这个都可以。因此，在一个交易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Bitcoin payments， 也就是说是一个交易里面比特币这种 token 价值转移的记录数据。然后还有这个 digital events， 这个表示的是我们可以往一个交易里面放入一段的信息。而这个 timestamp 这个时间呢，是比特币交易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内容。在讲到交易的那一节课里面，会给大家讲，其实比特币的交易是没有时间的，我们并不会把一个时间字段放到比特币的一个交易里面。那么我们说比特币网络它是一个分布式时间戳系统，这里面的时间到底来自于哪儿呢？就下节课给大家解密。刚才那是一张示意图，这边呢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说明图。那我们看一笔交易它有哪些东西构成 ？Transaction ID 这个是交易 ID， 版本号，还有一个锁定的时间。上面三个呢都是一笔交易里面的一些就是固定需要填写的内容。最重要的呢，交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输入方，输入方呢它是发出比特币的一方的输入值，然后呢附上他自己的电子签名，然后这个 sequence number 跟输入的 UTXO 有关。另外的一大部分就是输出值，输出值呢就是收款的这个交易的那一方，他会看到我们有这个收交易的一方，他会收到多少比特币。然后收款方他的这个公钥的信息，然后以及这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可以往一笔交易里面放入的数据。为什么我把这个 message 特意标红了？就是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比特币其实只是一个转账，就付款方付了多少钱给收款方，收款方收了多少钱。而比特币网络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并不是说它会成为一个让全世界人互相比特币转来转去、转账玩的一个网络，对吧？正是有非常强大的可以附上这种信息，或者我们说是代码，或者说是数据这样子的能力，才能构建一个更强大的一个数据网络。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级的这个数据结构呢，就是比特币的区块。这个是我截的一张图，刚才那个视频里面呢，反复的提到了一个名词叫 block header。这位白衣服同学还记得这个 block header 中文叫什么吗？对，叫区块头啊。区块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请坐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也是一个区块当中，虽然字节非常短，字节数很小，但是它确保了整个区块链上的数据是连续的、不可篡改的。其实区块头的这个设计是赋予了比特币大多数的这种特性。
区块头的这个内容呢，我们会在下一节课，就是由我们的这个矿池的老板给大家讲挖矿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的讲。但是这里面呢，还是给大家先给一些基础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区块，如果说区块里面有哪些数据的话，我这里面列了版本号、前一个区块头的哈希值、默克尔根、时间、难度、随机数和全部的交易数据。那么大家想一想，这里面哪一个数据是指区块头？来，大家想一想，哪个数据指的是区块头？哎，这位同学，第二个是吧？前一个区块头的哈希，我在讲这一个区块的数据呢。这个可以告诉大家，我标红的这6个字段都是区块头，但是看起来很多，对不对？但是每一个区块，比特币上的每一个区块的区块头都是固定的80字节的长度。那么这80字节当中包含版本号、前一个区块头的哈希值、默克尔根。默克尔根，大家知道默克尔根是什么的，请举个手。这位同学，这位同学好。那行，默克尔根、时间、难度、随机数和全部交易，我会跟下一节课的老师跟他说一下，给大家讲一讲交易的默克尔数和默克尔根是什么，因为这个对大家理解比特币的这种树形拓扑的网络结构非常重要。那么说回来，前6个红色的区域全部都是区块头的数据，然后一共分为6个数据段。然后它们加在一起只有80字节。区块头非常重要，是因为刚才我们的那一段视频里，其实它后面一直在反复的说区块头有什么用。我相信大家听第一遍是不可能听懂是什么的，回去一定要多听几遍。区块头呢，它保证了区块链上的很多技术特性。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一个可视化的区块链是什么样子的。既然我们说区块，我们就特意把区块画成方形的块了啊。我们可以看到区块按顺序一个接着一个，这样一个一个排列下来。在比特币的网络当中，我们如何给这个区块是哪一个来定义呢？那么比特币的网络当中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叫区块高度。第一个区块就是高度是0，然后第二个区块是1，第三个区块是2，就这么1、2、3、4、5、6这么排下来。那么现在应该是60多万个区块。这个虚形的这个区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现在网络上正在准备生成的一个新区块。那么新生成的区块它是什么样子的呢？首先它是有区块头，对吧？刚才说了80字节，然后剩下这个区块里的其他的空间全部都是被这个区块纳入和打包的交易所占据着的。这个区块头里，刚才我们讲了，它一共包含6个数据段：版本号、前一个区块头的哈希、默克尔根、时间、难度以及随机数。那么这里面的每一个交易呢，都会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子，对吧？有交易 ID、版本号，然后锁定时间，然后有这个整体的这个输入列表和输出列表。这个在我们后节课的呢，我们的老师会给大家真正的去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一笔交易是什么样子的，如何去构建一笔交易。那么从这张图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讲一下区块头它有一个小小的神奇的概念，就是如何保证这个数据这个区块链里面不会有过去的某一个区块被篡改过了。因为我们每一个区块的区块头里都包含着上一个区块的区块头哈希，所以一旦你改了上一个区块的任何一个交易里的信息，那么那个区块头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些交易还是跟这个默克尔数有关的。所以呢，整个比特币的网络其实是很多连续的区块当中有一些数据通过哈希值进行了这种复杂的好多重的索引，
保证了这个数据网络上的数据是不会被篡改的。一旦篡改，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256位的哈希算法算出来这个数据被改动过，因为它跟之前我们下载过所有人都有的这个区块头的账本的那个区块头不一样了。然后这里面还标记了一下，在比特币的网络设计当中，平均区块的间隔预期值是10分钟，当然现实当中有的时候可能很快，几秒钟就生成了下一个区块，有的时候2-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边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区块链上到底有什么？刚才我们说了啊，它其实就是很多的数据，这些数据里呢，有些是区块头的数据，对吧？有些是交易的数据。那每一个交易里面，有的可能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些支付型的这种支付型的交易，有的交易它可能更复杂，它可能带了非常多的数据，导致了这个交易体积很庞大。那区块链是公开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任何人都可以访问比特币网络，都可以获得比特币网络上的区块头所有交易的这些明文的数据信息。比特币是一个开放的网络，数据不可篡改，刚才简单的提了一下。然后推荐大家呢，如果想知道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区块头到底是什么，难度是什么刚才你提的版本号是什么，那么大家可以去我们机构推出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 wiki 的网站，知识库的网站，可以去上面查详细的资料。目前我们还没有做中文化，所以上面是英文的。这里面呢，我就想就是插一句啊，虽然现在大家知道有非常多的区块链公司，很多的区块链项目，但是经过我刚才对区块链的这个数据结构的描述，大家要有一个意识，不是所有声称自己是区块链的，它是真正的区块链，是吧？有些区块链它其实是一种我们所说的这种需要授权才能够参与进去的这种分布式数据库或者是分布式网络，它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与和加入的一种分布式的网络，安全的网络。同时呢，一个真正的区块链，它也应该是由打着时间戳的、可以被证明顺序的这些数据所构造出来的，有这种通过加密索引而构成的这种区块的链式网络、数据网络，才是一个真正的区块链。因此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以后如果要是有听说什么区块链项目，然后以后如果真的能够到了可以去看他们的项目代码的时候，项目这个架构的时候，可以做一下区分。现在确实是很多公司和项目都在披着区块链的这个外衣然后找一找自己在市场上的一些生存机会。接下来呢，我又准备了一个小的视频，这个视频呢是讲挖矿的，只会给大家放一下，因为下一节课我们会具体的讲挖矿。大家看视频之前可以带着这些问题去看，帮助大家更好的搜寻答案。首先，矿工是谁？也就是说谁在挖矿？比特币呢是从哪里挖出来的？挖矿的规则到底是什么？那挖矿肯定大家都是冲着收益去的嘛，那边有小哥挖矿都快把生活费给挣出来了，对吧？然后呢，这个挖矿的收益是怎么算的？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视频。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computer network that maintains Bitcoin. The computers in it are called miners, nodes, or transaction processors. Miners because, as you'll hear in a minute, they earn Bitcoin as pay for their work. Nodes because they are points through which the blockchain network communicates and can be accessed. And transaction processors because they confirm and record all Bitcoin transactions. Here's how the mining computers work together, partly cooperating and partly competing. Imagine a room full of accountants with adding machines, all trying to solve a single problem. Eventually, one of them finds the answer, and all the others then copy the answer, and they all start working on the next problem. A bit like that, every 10 minutes or so,
the Bitcoin softw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s a new mathematical formula for the miners to solve? The answer is hard to find, but easy to check. The computers test millions of possible solutions until one of them discovers an answer that works and communicates it to the others in the network. In doing so, it adds the latest block of time-stamped transactions to the chain. That's how the whole network ends up with identical up-to-date copies of the blockchain. But why do the mining computers bother? Well, it's because the computer that solves each problem is rewarded by a transfer to it of Bitcoin that's been stored within the original software. That payment covers the equipment and the electricity to run it, and hopefully gives them a profit too. The miners also receive a small fee for each transaction they process in a block. As time goes on, those transaction fees are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and the so-called block reward payments are decreasing in a way that was built into Bitcoin from the start.挖矿是一个比特币这个知识领域里面最有趣的一个话题。当然，我之前在加入我现在的这个机构工作之前，我也是就职于一个比特币挖矿公司，所以学习比特币挖矿的这些原理，也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起点。然后相信下一节课会非常的有趣，就是刚才我们那个视频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可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比特币挖矿呢，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为什么大家说它都在烧电，然后做这些无谓的劳动？其实这个比特币挖矿，大家在算的这个难题，它被设计成了一种非常不对称的一种模式，就是算中答案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别人验证这个答案对不对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设计，不知道同学们当中有没有什么学数学或者是学这个系统工程的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然后希望大家带着这样的兴趣点，下一节课的时候可以听我们的嘉宾好好的讲。然后他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的，所以呢，他可以给大家讲更多一些关于这种系统当中的一些博弈原理。就大家都是带着同样的资源，烧着同样的钱去做这个比特币网络上的这个竞争，对吧？为了获得这个打包的收益，打包区块的收益。那么他们之间会在网络的层面上去进行这种多方的博弈，这其中甚至会细化到说这一个节点如何去部署，用几何的 CPU， 然后这个带宽买多少的，内存购置多少的，所以很有趣。希望大家期待一下。然后最后一个小视频呢，我们就看一下什么是比特币。这个小视频呢，其实讲了说这个比特币是怎么样，个人是怎么样能够持有比特币的啊，装在你的钱包里啊什么的。我们就直接看视频吧。Like a dollar or a euro, a Bitcoin is a token of value. But Bitcoins are digital-only tokens. Unlike other digital items such as photos or documents, they can't be duplicated. There are, and only ever will be, 21 million Bitcoins, each of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100 million smaller units called Satoshis. To spend a Bitcoin, you can think of putting it into an envelope to send the person you want to pay. This is where the ingenious mix of privacy and accountability is built into the system. The recipient needs to give you a public key to send your envelope to. It's a long string of numbers and letters, like giving the details of a post office box to send a letter to. The recipient doesn't need to worry about sharing their public key, just as you don't worry about sharing your bank account number, because people can only pay money into it. And the same address can be used to receive Bitcoin from different people, just as you might find letters from different people in your post office box. For each public key, there's a private key, which must be kept secret, because that's how the owner can open the box and access the Bitcoin inside. The blockchain is publicly visible. You can see all the transactions on a Blockchain Explorer website. That creates accountability.
You can even set up an alert for any Bitcoin address to be notified when money has been added to or taken from that address. So when a payment is made, the record on the blockchain shows how much money has passed from A to B and exactly when. But only A and B know who they are, and only B can now access the money. Bitcoin has been moved from one owner to another, just like a dollar bill being passed from buyer to seller. 当我们每一个个人想要真的知道比特币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它到底是怎么样在这个网络当中去运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需要实践一下，对吧？所以呢，在下周的这个关于比特币交易签名技术的那节课上呢，到时候如果大家有同学感兴趣来参加 workshop 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有赞助人愿意给大家每个人现场都会教大家如何去创建钱包，然后呢，如何在比特币上就是进行BSV 网络上进行一笔支付和交易，会给大家去做一些现实的测试，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先做个广告，然后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真真切切的理解，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比特币，就是这个网络上的这种数字通证，对吧？它是如何在一笔交易当中发生的这个转移，网络是如何接受这笔交易的，包括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就是非对称加密，对吧？私钥公钥是什么样子的，比特币交易是如何保证既保护你的隐私，又可以从监管的层面是可以被监管可控的。然后这些呢，大家都可以通过那一节课可以学到，我就不具体的说了。最后呢，刚才说我们会谈一谈，就是比特币它到底是要做什么，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未来？这是我们常用的一张图，就是很多人可能是知道啊，比特币这个词在比特币白皮书出现之前是没有的，这个词就是被比特币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看 Bitcoin 这个词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两个词融合在一起的。Bit 我们知道它是计算机上的一个非常小的单位，对吧 ？Coin 呢，它也是我们对钱或者货币认知上一个非常小的单位。所以比特币它是一个微小的数据和小小的价值的一个融合。我们如何准确地定义比特币呢？比特币它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这个账本上结合了货币和数据。它同时还是一个基于交易结构而进行数据价值转移的一个数据网络。它同时也是一个在分布式时间戳服务器上的一个新型的数据协议。它还是一个数据存储与交互并存，而且能够赋予数据价值的一个全球通用的系统。这个呢，是我通过工作当中就长时间总结出来，如何用一些更准确的语言去给大家，就是去给这些有一定知识基础的人去描述比特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很多人在描述比特币的时候，真的只关注到了货币，是吧？加密货币、数字货币这个层面。但是我们真正看到比特币的这个网络，它的特性、它的潜力，还有甚至就只看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比特币网络更重要的那一点是数据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数据是当前和未来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数据是具有经济价值的。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很多公司甚至是城市啊，都在做这种数字化转型。为什么？就是为了深度发掘我们过去都认为不重要的那些东西。那是什么？数据。数据都是可以被转化为价值的。而数字经济呢的发达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因此比特币的核心不在币，而在它的那个 bit， 在它的数据上面。那么我们看比特币价值的源泉的话，那我们就从它的核心点数据上面去发掘。比特币上的数据如何能够不断的给这个网络增加价值呢？
首先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数据积累，是吧？大数据行业的人都知道，这个数据采集，数据越多越有价值。同时，比特币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区块链的架构，给这些数据赋予了时间戳和顺序，还有这种分布式的网络结构，可以让数据更加有公开的特性，并且可以审计。同时，整个比特币的设计上可以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并且比特币的网络在过去的12年里已经被证明了它是一个极度安全的一个数据库。这张图呢我就不详细讲了，因为我相信有些同学可能一看图就可以理解，然后也不是我的专业领域。这张图其实是比拟了比特币网络和什么的？这位红衣服的同学，这张图是比拟了比特币网络和什么的协议？对，如果我们看现在的互联网 TCP/IP 的这个协议的话，我们会看到整个互联网行业是有它的这个物理层，对吧？它的网络层呢是使用的 IP 协议，传输层使用的是 TCP 协议。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整个构建在互联网上面的这种强大的商业帝国，也就是这些商业应用。那么比特币能做到吗？比特币能够做到，而且甚至做到的比互联网要更复杂一些。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物理层，那可能我们更多看到的就是网络，是吧？还有包括工作量证明的这些矿机。它的网络层呢是由矿工，也就是这些核心节点们来组成的，他们是负责处理这些交易数据的参与者。传输层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比特币网络上最小的那个数据单位核心，也就是比特币交易。然而在它之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比特币设计当中的那些核心的一些特性，赋予了它不同于互联网的一些更加强大的功能。在它之上，我们可以构建更加多元的这些应用。因此呢，我们是希望 BSV 区块链，也就是说最初中本聪设计下的这个比特币，它能够成为承载数据与价值的这种全球通用账本。然后我们又准备了一段小小的宣传视频，我看每次放视频的时候，同学们都会抬起头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吧。There are now more than 5,000 digital currencies and over 100 attempted blockchains and distributed ledgers, all clamoring for attention. Each one promising the moon, luring investor money, but causing a disarray of data. Except one. Only one remains true to the original vision of Bitcoin creator Satoshi Nakamoto, to be the world's ledger for data and value. The time-stamped chronology of events, the universal source of truth. In so many industries, healthcare, food, manufacturing, and more, data silos create inefficiency, block transparency, inhibit the best decision-making. The solution is for the world to have one distributed ledger, one place for anyone to access data, but managed with privacy, so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can control who can see their information. One place to timestamp a chronology of events. One ledger to break down data silos across a sector's transaction chain, across industries, across geographies. One ledger to provide real-time access to events. One ledger to provide open access to the truth. That one ledger will be Bitcoin SV. With massive scale and cost efficiency, Bitcoin SV will support a world where data is on-chain, to create a better and more honest world by breaking down walls that separate data. It's time to fulfill Satoshi's vision. Bitcoin SV. One world, one chain. 所以呢，刚才说了，我们其实终极目标是成为全球唯一的通用的
数据账本，我们要成为最后，就像现在的互联网协议一样，最后胜出的那个唯一的区块链。然后想要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自己也会总结，对吧？想要成为这个全球账本的公链，必须要具备哪些特性呢？它要足够的开放，它需要具有透明性和可审计性，数据是能够防止篡改的，而且使用这个网络一定要足够的高效，成本要足够的低。同时，它既保护了数据隐私，又提供了这种可追溯性。那么说到这么多啊，大家觉得我们可能一直在纸上谈兵，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说一下 BSV 网络在区块链这个技术赛道上，我们已经走到了多么靠前的位置。这里面我列了我们的这个技术4大核心特性，这也是我们在区别其他的主流的一些其他的区块链的一些主打的特性。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协议稳定，刚才说了，我们在1年多之前已经恢复到了比特币 0.1.0 这个版本的基本上全部的这个技术性能。同时，我们的区块是没有上限的，所以是一个可无限扩容的网络。监管友好、可审计、公开、开放，而且我们支持安全、及时的交易，也就是市面上经常所说的这种零确认的交易。那么这里面这些特性到底对个人或者企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协议的稳定。如果在座的同学们当中有自己做开发的话，应该知道，就是我们都不希望我们在做的东西是在一个持续的在变化的根基之上，所以协议的稳定可以让开发者和企业可以更好的决策以及投入到一个稳定的协议之上去做开发。那我们看到 TCP/IP 协议其实已经很久都没有改过了哈。另外呢，我们 BSV 的区块呢，不仅是嘴上说一下我们是没有区块上限的，我们还在不断的刷新全球所有的公有区块链上的区块记录。在去年的5月16日，我们生成了一个区块是369兆，大家对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就大家觉得非常贵的那个 BTC 的网络，他们的区块上限是1兆。BTC 网络它最高的交易处理速度是每秒钟7笔交易，也就是说大家认为非常贵的这一种BTC 这一种比特币，在它的网络上，如果你想交易，不管你是炒币还是发币给别人哈，反正就1秒钟全球只能最多处理7秒。但是在 BSV 网络上，我们的去年5月份已经生成了一个369兆的一个区块，这个区块当中包含132万笔交易。刚才我们说的 BTC 的这个区块链，它一个区块上最多可以包含4000笔交易，这就是差距。然后而在今年的3月13号，有一家海外的公司，他们在主网上做了压力测试，生成了一个638兆的这一个区块。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好像都没有我自己一个 U 盘的容量大，但是你们想一想，在一个分布式的一个网络当中，你生成了一个新的区块，你如何在最快速的时间内把这个区块去传播给这个网络当中所有的黑暗当中的有效的节点？所以这是区块链当中一个非常难以攻克的难题，但是我们已经突破了这个技术。这笔交易也非常特殊，你们看到这个交易虽然它的区块大小非常大，但是只包含了2000多笔交易。那么简单的一除你就知道了 ，BSV 的网络上一笔交易非常复杂的，那可能就是很多交易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数据型交易，它在一笔交易里面不仅仅进行了一笔这种 token 的一个价值转移，同时它还放入了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字段。然后 TPS 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对区块链性能衡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 TPS 是 transaction per second， 就是每秒交易处理速度数量的一个值。我们可以看到比较主流的一些，可能很多大家有的听过啊，这个是 BTC， 这个是BCH， 这个是以太坊，这个是瑞波，这个是 PayPal， 是这传统的数据。这个 Hyperledger 是一个这个对超级账本，算是一个联盟链或者私有链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 BSV 在不好意思，这个0挪下来了，应该是4000 TPS， 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到达的，瞬时 TPS 到了4000。而我们看到现在的 Visa 的系统，它可以承受每秒瞬时24000笔交易的峰值。我们的技术还在持续的演进，预计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瞬时的 TPS 能到5万，我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目前全球所有主流的公链它们的网络性能。同时，我们的这个基础架构开发团队还在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叫 TerraNode。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认为比特币网络未来是全球使用的网络的话，那就不可能10分钟出个几百兆的区块，那大家才能放多少数据上去啊？因此呢，我们是未来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打造 TB 级的区块。那么这一个 TerraNode 的项目就是未来 BSV 上的节点软件能够支持这种大规模扩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一个区块是1 TB 的话，那么它每个区块里面可以包含40亿笔交易。我们说了，每个区块大概10分钟生成一个区块，是吧？已经完全可以支持全球几十亿人正常的这个使用网络的这个速率了。交易容量为刚才说的 TPS 为700万笔每秒，这是我们的未来3到5年的愿景。刚才说了 BSV 网络上可以承载这么多交易，那我们看一看交易，如果我要发一笔交易要花多少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新闻啊 ，BTC 虽然很贵，但是你如果想发一个 BTC 给你的朋友的话，在前一段时间，过去的几个月里，基本上每一笔交易网络收你的手续费折算成人民币是几百甚至几千块钱。也就是说，不管你要发给别人，可能只发给他一个价值200块钱的 BTC， 但是你依然要向网络付非常高的这个交易手续费。这个手续费是给维持整个网络的矿工这一层给他们的付的这个成本。那么在 BSV 上，既然我们希望这个网络成为一个可以承载全球企业级应用、个人应用的一个区块链网络，那我们就要保证任何人使用它，企业使用它的费用都是非常的低的。我们测算了一下，去年2020年在 BSV 区块链网络上，全年的交易每笔交易的平均手续费是低于1%每分，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不到人民币的1厘钱。大家可能说，那就只是便宜嘛，你们便宜不意味着你们比别人好呀。但是我请大家想一想，这是我画的一张图，可能脑子比较灵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哈。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世界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支付体系，不管是 Visa 是吧，银行间清算系统 SWIFT 都可以让你从世界上的一个地方发出一笔，比如说10万美元吧的钱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你想一想，我们现在有哪一个支付系统能让你非常自由的、低成本的发出1分钱呢？是吧？所以说，这种微小价值的转移，其实是区块链技术，或者是我们说的这种 BSV 区块链真正能够击穿的一个新的商业领域。当我们可以使用极其安全的比特币网络或者 BSV 区块链，能够让它进行极其安全、可靠的这种数据交互以及这种价值转移的时候，这个成本或者转移的金额非常低的时候，大家想想，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系统，可以把它大量的应用在物联网、供应链管理、数据管理这些领域。之前这些地方都是由中心化的这种数据库来做集成的，它可能会非常的脆弱或者是不安全。但是当我们如果能够使用更加安全的区块链系统来去做这种更微小的支付数据的时候，那么就给我们打开了非常多的新的应用领域。这里面我列了一些目前我们可以预见的全球账本可以应用的领域，比如说互联网的这个叫什么收益来源，对吧？电子广告这些领域，电子广告、社交媒体、
然后一些金融类的服务、供应链，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物联网、智能设备之间的这种交互，还有比如说电子竞技或者是在线上博彩这个领域，我们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安全和不可篡改性，让它去证明我们所玩的游戏或者是博彩是更加公平的。这个就不具体说了。然后最后呢，我再用最后的10分钟时间哈，然后跟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100多位年轻人，我们探讨一下。大家今天花了2个小时听我在这儿讲了这么多，是吧？这一学期还有好多门课。我说你们是很有眼光的年轻人，是发自内心的。今天我还跟汤老师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其实是没有这样的机会请来校外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来给大家讲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有哪些各行各业有哪些新的机会可以让你们在未来毕业的时候去择业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其实你们能够选择这门课，我觉得你们内心深处机会一定是看到了区块链这个新的领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可能会影响你们未来的不管是再求学或者是就业的选择。那么我们既然已经站在了这个前沿的这个风口浪尖的地方，那么汤老师还有我是如何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在这个领域跑得比别人快一点，是吧？走得比别人远一点，然后在这边真正的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机会呢？我觉得区块链技术是很有希望成为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完成价值交换的基础，因此它能够开启全新的价值互联网时代，甚至新形态的经济时代。这句话是我抄自我加入这个行业之后买的第一本区块链的书的一个前言。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我第一遍看那本书的时候，一定是一眼就看过去了，我都觉得这个就是假大空的话。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在准备一些演讲的PPT 的时候，又看到了，我忽然就对这句话的领悟就更深了，因为我在从业的这些年当中，真正的看到了区块链技术的内核是什么。不过我们现在依然处在这个时代非常早的时间，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混沌与噪音，就好像那位同学是吧，他曾经挖过矿，曾经富裕过，还通过挖矿致富了一下，但是其实也说不好自己有没有跟这个区块链这个新的领域火花。而我们更多的呢，也会看到好多人做这个行业，什么提前财富自由了，然后有很多新的项目每一天都涌现出来，吹着更大的这个泡泡，所以混沌和噪音一定会伴随着行业。其实互联网在90年代这一系列的套路，我们都在重蹈覆辙。但是如果大家是有机会成为有远见的人的话，我就希望我们机构，我们比特币协会可以帮助大家学到一些真正的知识，少走弯路。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协会有的一些可以帮助大家学习的资源。首先呢，我们是在 CSDN 上面有自己的一个专区，2级域名是 bsv.csdn.net。这个 CSDN 呢是国内一家非常大的开发者社区网站，有的同学可能没事搜一搜技术名词的时候能进到这个网站，这里面有非常多我们的一些学习资源、博客，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 Wiki， 我们也给搬到了这边。还有之前我们做过在 CSDN 上做过很多线上讲座，大家可以在讲座这边来看，所以是个很好的资源，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然后第二个呢，不好意思，这个不看了。第二个呢，是我们已经发布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学习的网站，叫BSV 学院。
域名是 bitcoinsv.academy。刚才我们放的宣传片里面有很多宣传这个学习网站的，目前它也是全英文的，而且因为我们是在海外发布的，所以需要大家科学上网才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部分视频。但是这个是免费注册的，非常欢迎大家过去学习，里面全部是非常精准的关于比特币原理和开发的一些内容。当然我们后续还会组织一些线上的学习小组，然后我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发广告。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就是顺应年轻人喜好的一个学习资源。我们比特币协会有自己的 B 站账号，现在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扫二维码了。赶快关注我们！今天我放的所有视频都在我们的 B 站上可以找到。当然，我们 B 站上有更多，就是比今天我放的视频内容更深刻，可能是一些访谈、发表观点，或者是一些技术演讲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个最后一个呢，是我们机构目前所运营和维护的一些能够提供给开发者资源和资料的一些内容。第一个是我们 BSV 区块链的一个介绍，主要是针对企业和政府的。第二个是基础架构的网站。第三个很推荐大家去看，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各种技术名词，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wiki。第四个是开发者工具导航，如果有同学们这一个月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然后开发上手了，欢迎大家去看。然后这个 CSDN 开发者专区一定要去看。然后 DevCon 是我们1年2开发者中文开发者大会，会在9月初中国的上海举办。然后到时候我会请汤老师选出班里面几位比较优秀的学生，我们会赞助大家，然后去我们的现场去做学习。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全球的编程马拉松 Hackathon 的网站，我们大概1年举办1次全球的 Hackathon， 每一次的奖金是10万美元，所以我们也是奖金非常丰厚的。前3名，应该是5万、3万、2万美元。然后获奖了之后还会被赞助参加我们就是全球的这种峰会活动，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今天讲了这么多，就做一个最后的小结吧，就是今天给大家描绘了一个非常大的愿景。我相信有些同学呢可能觉得说好像说的这些都是假大空的话，有些同学呢可能多多少少会听进去一点。我非常的希望未来再过3年、5年，等你们毕业了或者是工作了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们能见证到 BSV 区块链慢慢的渗透到了世界的很多的地方，渗透到了很多的行业。有的时候我会听到别人说，现在看起来区块链上做的这些东西就是玩具，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那你想想90年代人们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时候的那种欣喜，就我们还在一个很早期，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有希望的技术是有很广阔的发展潜力的。那这张图送给大家，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海面上的一点点，而我们在一片非常荒芜的海面上，然后 BSV 在努力的去破冰，然后呢让大家去看到海面以下的更广阔的东西。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一起加入到我们伟大的事业当中。然后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机构的这个公众号。然后我们2021年暑期的在校生实习岗位在下周就会发布了。然后有同学如果感兴趣，关注我们公众号看一下我们公告，可以提交申请。就这样，谢谢大家今天。